香港连续16个星期了，最近这2个星期游行的人不多，那么转为歌唱荣光归香港，在各个著名的地标性的建筑景点周边拉起人链来进行抗议的人有很多。我们现在看到了有老人被捕被打伤，有孩子甚至10岁的孩子被捕的这些例子，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人据说是从楼上跳下来的，据说是自杀的，但是血量很少，不太符合常理。海里也经常发现浮尸，这些视频包括已经确认身份的人都不是1个2个了。太子站每天有人在祭拜，有人在送上鲜花，点上蜡烛。香港的这些抗议参与的人已经到了一个极限。3个多月以来，他们也付出了自己能够付出的所有。其实香港人更多的完全有可能去移民，他们甚至不需要签证，他们在很多民主国家是可以站住脚的，他们在捍卫着他们仅有的尊严，他们想保全自己的家园。现在看起来这个可能性真的不大。从香港短暂的占领立法会，警察站在立法会里面，看着市民中有一些人在撞击立法会的玻璃门开始，我们就有一些疑惑。当时就出现了警车在路上被投掷燃烧弹，是吧？莫洛托夫鸡尾酒。今天我们看到这种例子更多，警车被投掷了燃烧弹，穿着防暴警察制服的人在大街上被追打。在香港出现了一些不太好形容的现象。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支持香港民众游行的过程中，都阐述了一个观点：不支持明确的暴力，无论是来自于警方的过度执法，还是来自于抗议民众中间出现的这些追打不同声音的人群，或者说直接打警察，在街心开始焚烧一些杂物，投掷燃烧弹。所有的这一切为香港抹上了一层含糊的影的。其实我们都知道，30年前天安门就经历过类似的场景，在北京各个通向天安门的路口都出现过，有很多人被烧死了。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能够明确地说出烧死的是谁。烧成焦炭一样的人，舆论把他称之为是共和国的卫士，是军人。但死的当真是军人吗？就是政府宣传的那个人吗？其实到现在为止很难有一个公论。那么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新闻，看到了香港的警察被打以后的视频，他们在义正言辞地说，他们是被游行的人打伤的。燃烧瓶投向警车不是1次2次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造成更多的恶果。
我们知道这些手段已经玩了无数遍了。所谓的栽赃陷害，从4·12清党开始，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停过。40年代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中，甚至沈从被美军强奸的这些把戏，共军玩过很多次。30年来，很多人都很含糊的不愿意提及在北京曾经被暴徒烧死的这些人。为什么说他们是暴徒呢？因为他们烧死了共和国的卫士，烧死了解放军战士，不带枪，连皮带都不带，穿着解放鞋，不穿大头皮鞋。我在广场亲自见过3次从公安部大院中冲出来的5000人以上的这些军人，或者说武警，他们身上没有任何可以伤害人的东西，他们手拉着手，试图分割开学生。那么最后呢？最后戒严的时候，出现了一些被烧死的人，这个事儿就说不清了。今天的香港，人们越看越心惊，所有的招数都玩过了，就是没有再烧死几个香港警察了。其实说到底一句话，你想做什么，大家心里都清楚，你何至于要再烧死几个警察呢？对不对？放过这些生灵吧，你们做的恶已经够多了。即便你就是军管，你能改变什么东西呢？名不正则言不顺，是吧？言不顺则事不成，是吗？其实你就是烧死几个警察，哪怕烧死几个外国记者，也不解决任何问题。你们要的这些借口都很牵强。共军现在已经在反过头来追打曾经上街抗议的人群。即便连续2个星期，香港没有出现几十万人、上百万人的明确的游行，每个周末还是有人被捕。双方都在积蓄力量。香港的民众在等着9月29号，这是一场台湾和香港联动的游行。整个世界的其他地方也会有不同的城市参与。共军现在在追打没有明确上街抗议意图的这些民众，甚至我们看到参与紧急救援的这些医务工作者，即便穿着明显的这种服装，携带着医疗用具，也被抓捕了。他们现在不怕你上街游行，你不游行，他都要找理由来抓你。这种恐怖的气氛，这种高压可能会一直延续下去。但是我还是希望，死的人已经够多了。你要戒严，你要军管，其实没有人真的能够阻拦你。不要再去戕害这些无辜的生命了。我们每一个人到地球上都是单程旅行，没有人可以例外。即便你混到了你认为是在社会的顶层，你也逃不过自然的法则。那么很多人还在帮着政府在说唱，
说政府是为了平息暴乱，是为了制止暴徒损害香港的前途。那么真正改变香港的是谁？还有人看不清吗？送中修例，当它完成的时候，香港的法治就被抽掉了，香港人将不会有任何安全的这种意识。人本能的会把预期的这种恶果放大。既然一国两制你都不准备遵守了，你想干什么？其实没有人在在意了。通过香港，通过这3个月，这个世界上原先对中共能做到哪一步，能坏到哪一步，还有一些模糊的人都清醒地看到。香港现在出现了这些警队，这些正在对普通市民紧紧戴着口罩、抓着雨伞上街的市民，挥舞起的这些警棍，打的这些布袋弹、催泪弹，你们做的已经够多的了，没有人希望看到你们终极的表演。请保持一个做人的底线，尽量不要再去戕害曾经协助过你们的这些爪牙。你们要杀的肯定是香港警察，因为你杀2个武警，在国际社会上你站不住脚。那香港的警察曾经帮助过你们，他们真诚地认为，他们维护的是社会的正义，是法律的尊严。现在再去抓2个警察来杀，让你们有更好的借口，你们最终是要为此付出代价的。好了，谢谢大家，再见。